当一个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 GDP 的 300% 时，全球任何一条主要航道的堵塞理应瞬间切断它的经济命脉。但现实是，在地缘冲突频发、红海航线大面积断航的今天，新加坡不仅没有瘫痪，反而持续稳居世界银行全球物流绩效指数的前3名。很多人把这简单归结为马六甲海峡的地理红利，但这其实是对新加坡生存哲学最深的误解。今天我们将以理性的视角来看看新加坡的供应链韧性，看这个毫无战略纵深的小国如何通过前瞻性的国家治理，将不可控的全球地缘风险转化为自身的绝对竞争力。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一场正在席卷全球的风暴说起。过去几年，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的剧烈范式转移，从中东局势导致的红海航线大面积改道，到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技术脱钩，全球航运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对于体量庞大的大国来说，供应链受阻可能只意味着部分商品短缺或者物价温和上涨，但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连基本淡水、电力燃料和日常蛋白质都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国而言，供应链的断裂就是真实的生存危机。面对这种随时可能降临的系统性风险，新加坡政府的解法非常冷酷且明确，既然无法改变大国的博弈走向和全球航道的物理风险，那就通过内部治理和外部嵌套，把风险对冲做到极致。这套生存策略的第一步，就是用极度重资产的投入，强行重塑物理空间的利用率。小国的第一个致命伤是空间局限，而新加坡的应对策略是空间折叠与超前基建。以海运为例，当红海危机导致大量货轮延误，全球多个主要港口出现拥堵时，新加坡的港口依然能保持高效运转。这背后的核心支撑是正在全面建设并逐步启用的大士港。大士港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码头，更重要的是，它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极大的冗余度。通过全面引入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和自动化起重机，大士港大幅降低了对人力的依赖，直接对冲了劳动力、老龄化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当2040年全面建成时，它每年能处理6500万个标准箱。这种超大体量的自动化吞吐能力，是新加坡敢于充当全球航运缓冲器的底气。除了物流枢纽，新加坡在核心产业的供应链整合上同样做到了极致。石化产业占据了新加坡制造业总产值的近1/3，是绝对的经济支柱。为了确保这个庞然大物的运转不受外部波动影响，新加坡填海造陆，打造了玉郎岛。这不仅仅是一块工业用地，而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生态系统。岛上的上百家全球顶尖化工企业通过极其复杂的地下管网物理连接在一起，一家工厂的副产品或废料直接通过管道输送给邻近的另一家工厂作为原料。这种即时互联的集群模式不仅将内部物流成本压缩到最低，更在面对外部原料供应链中断时，形成了极强的内部循环与抗压能力。基础设施的砸钱谁都会，但能将物理空间利用到这种精密咬合的程度，拼的是极度严苛的规划执行力。不过，单靠本土的钢筋水泥，真的能抵御全球级别的风暴吗？新加坡的答案是向外看。如果说大士港和玉郎岛是新加坡在本土打造的坚固堡垒，那么它的第二层防御就是主动出击，将自己反向嵌套进全球网络中。一个节点再强，也无法对抗整张网的撕裂，所以新加坡的选择是自己成为那张网。新加坡港务集团，也就是 PSA， 并没有把业务局限在本岛，而是通过密集的资本运作，在全球投资并运营了数十个港口节点，从欧洲的安特卫普到中东的达曼，再到美洲和亚洲的核心枢纽， PSA 构建了一个非线性的全球物流网络。
这种布局的战略价值在于信息权与调度权。当某个区域的航道受阻时，新加坡能够基于其全球港口网络的数据，提前预判货物流向，动态调整运力。这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全球化布局，让新加坡不再是一个被动等待货船停靠的码头，而是直接变成了全球供应链规则的参与者和做事商。在微观层面，新加坡政府对单一依赖的警惕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是30/30食品安全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通过垂直农业和替代蛋白技术，满足本国 30% 的营养需求。这套逻辑不仅用于食品，更被广泛推广到所有商业领域。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专门发布了供应链韧性指南，不仅提供方法论，还通过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引导本地中小企业建立多元化的采购渠道和应急库存。政府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今天的地缘环境下，追求极致的零库存是非常危险的，企业必须为以防万一支付保险费。这种从国家资本全球布局到指导街边企业分散风险的垂直穿透力，是小国生存独有的敏锐。但问题随之而来，这种四处下注的策略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成本。供应链的韧性绝对不是免费的，多元化采购意味着放弃规模经济，超前基建意味着庞大的资金沉淀，而应急库存则直接占用企业的现金流。在新加坡，土地、人力、水电成本常年居高不下，如果单算账面上的运营支出，这里绝对不是全球供应链最便宜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跨国巨头依然愿意把区域分拨中心和高端制造基地留在新加坡？答案就在于，他们愿意支付一种新加坡溢价。在全球地缘政治极其动荡的今天，最昂贵的成本不再是租金或工资，而是不确定性。一次突发的政策转向，一场无预警的罢工，或者一次随意的关税制裁，都足以让跨国企业损失惨重。当某些地区可能因为一次选举更迭就推翻既有外资政策时，新加坡却能给出长达10年的税务与用地承诺。新加坡提供的正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商品极致的制度确定性。通过高度透明的法律框架、高效的行政审批流转，以及在大国之间坚持不选边站的中立外交路线，新加坡政府成功地将那些不可控的外部地缘风险转化为了企业财务报表上可计算、可预期的运营成本。企业在这里支付的高昂费用，本质上是在购买一份对冲全球混乱的政治与商业双重保险。这种依靠国家信誉和治理效率构建的隐形护城河，远比几条深水航道要坚固得多。在这个全球化共识逐渐瓦解的时代，新加坡的供应链韧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观察样本。它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但也绝不把命运交给运气。通过物理空间的极致折叠、全球网络的深度嵌套，以及用极高治理效率兑现的制度确定性，新加坡在狂风骤雨的全球地缘棋局中，硬生生为自己和跨国企业撑开了一把保护伞。小国无法改变风向，但可以打造最坚固的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请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内容。我是你们的地缘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